大家好，这老旧猪舍两旁一共有10个隔间过往朋友看到时说可以屋顶重盖用来住带着戏谑的回答说：难怪你可以当校长，把院子上的房子留给狗住，人跑来住猪舍，这已经是世外高人的境界了吧？由于台风将上方的瓦片吹落到快掉光了，因为得清除河道，被迫性的得大兴土木了。而说得大清草木会更贴切而这范围比较大，又是粗活，先对环境观察，事前将工序规划好，会省事不少。这最角落的一间，目前的盘算是集中收纳碎瓦片。初看上方是有不少杂草，不过以咸丰草为主，算是轻松许多。咸丰草的侵略性很强，一株就会占满很多地盘。但是网豪的想呢，却是很容易压抑住其他杂草生长。咸丰草只要采分阶段上下2段进行清除，难度算不高，也不容易身上沾满鬼针草。简单清除后，发现下方还有完整的瓦片，在2排之间还发现有连通的沟槽，这应该是排水孔连通的意义重大，这样就算要拉水进来清洗也非常容易只要将盛水马达摆进墙外的河道中，水很容易就可以抽上来。重大的发现真的是让人雀跃因为现在长草的位置，地面原先就都有铺设地砖完整清洗一遍后，日后长草的机会就会少很多，而空间可以使用的方式也就可以更有弹性这是整理环境与设施时会让人欲罢不能的乐趣原本只打算清理半小时就好，继续清理后又发现了不少石头。老家这边砖头瓦片多，但是就是缺少石头比较遗憾的是缺少见识的能力而为何清理这种没有接触过的空间，结构设计只先尝试探查，不敢贸然将碎瓦片堆进去此时排水孔出现了，随便乱塞改天就自找积水的麻烦。而2个隔间之间有个小洞，这设计则是让小猪可以在不同隔间移动日后若是养蛋鸡，就有现成的活动路径。所以也就再加大整理一个隔间这个隔间旁，前几年隔壁婶婶还曾经养过鸡，围篱与上方都有加盖好，只是得再加强防雨水的部分。而整理的这间，因为发现老黑土与蚯蚓，目前是规划拿来堆肥与养蚯蚓的空间。目前堆放杂草等待晒干的这间上方还有现成的火龙果，已经会结果了，只是植株根头不清楚在哪边过往想拔时，通常已经被小鸟跟金龟子吃到只剩外壳。需要再从正面观看的原因，左侧是目前整理的位置，上方已经没有瓦片，右侧上方则还有约20片左右的瓦片得拆除而这些砖柱也是现成可以拉绳绑定的棚柱，砖柱的高度算是挑高的高度，绑定的高度可以自由选择。砖柱目前的状况算还很坚固接着又从目前没有安全性问题的左侧进行清除这些爬藤类，做法就跟豆科植物要收掉时，只先切断底茎处水分上不去之后，只要几天就可以干掉。留在上方也比较通风，晒干的速度可以快一点之外也不需要占用到下方的空间老实说
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主筋长在何处了。而原本只想要先剪断底部的茎部啊，看到藤蔓下层呢，还有不少火龙果枝条被覆盖住。这修剪完，将枝条拉下来攀爬之后，不只是有现成开始结果的火龙果，产量还会大增啊！看来火龙果得拉下来之外，还得多做大步修剪。这次大步修剪清除后，火龙果的枝条重见天日啊！另一侧的枝条也还不少，日后顶多用掉2间的空间是可以接受的范围。而这2个圆筒的用途，有人知道吗？天助自助者的说法呢，可以这样使用吗？顺道采2颗尝鲜后是白色的果肉了，很理想，会有微酸，而不只是傻甜的口味了。这没有提早拔的下场，就是直接被吃穿。谢谢收看。